通常一艘航空母舰它的防卫的半径是400公里包括它的预警范围能力以及它能够拦截的范围大概是400公里一个半径这种长度。如果说要打到林肯号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为什么不可能打不到，他还要这样做？我觉得他很明显的就将你林肯号逼退距离我海岸线最少这500公里之外，才能够确保你的安全嘛。如果说你在400公里之内，我无人机万一不小心这个总是有漏网之鱼，如果真的打到你，你就吃亏受不了。美国现在呢动作是边谈边派兵，怎么说？他们调度了更多的军事力量，持续在往中东做集结。而伊朗方面呢，也不示弱因为伊斯兰革命卫队持续是对美以的单位发动了攻击。25号的时候呢，他们就把目标对准了美国的航母林肯号的身上。那美军证实确实有受到伊朗对林肯号发动的攻击，而且数量还不少有101枚的飞弹。还好这个林肯号的设施算是很先进全部都成功被拦截了，所以是毫发无伤。但这个对于伊朗来说，它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了嘛？因为林肯号被攻击了，它势必就不会待在这边当活靶子，所以它也移动了。那么这个就逼退林肯号的目标达成。那么伊朗扬言呢 ，I'm watching you 虽然你已经离开了，但是我还是持续关注你的位置，感觉有什么风吹草动，其他的这个武器继续往你身上招呼。所以伊朗扬言紧盯这座海上堡垒的同时呢，伊朗的军方还做了什么事情？也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开始展开了全面追捕。这个全面追捕可能是地下的一些模式更多的这种谍报战正在上演。好，现在海面跟路面通通都有行动。李阳军想请问，你现在看这个战场，我们现阶段走到一个哪个阶段性的步骤了？首先我认为说是，如果说伊斯兰的这种导弹要攻击到林肯号，可以说是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林肯号绝对不是就孤零零的一艘航空母舰在这边它周边有很多的所谓的护卫的军舰，包括伯克级的驱逐舰等等在里面然后第二个来讲的话，这个林肯号自己本身它有预警机，你任何导弹或者是飞机接近它都可以实施预警。它自己本身也有战机对。那之所以说川普说这个发射101枚导弹，我觉得川普也是在乱讲为什么？因为以伊朗现在它的导弹是很珍贵，它不太可能会浪费101颗的导弹，但是有可能是无人机有可能是无人机。那川普把它讲成导弹是。那要拦截这些无人机来讲的话，我想说以林肯号自己，因为如果说是这个见证者136，它的时速只有100多公里，如果这艘林肯号距离只要海岸线300公里来讲的话，你这个见证者在海上就要飞3个小时。我们合理来算，这3个小时足够林肯号可以很充裕的时间，它起飞它的战机以后，将你的无人机击落根本连导弹都不需要浪费。就算是你真的接近到它这个2-3公里之内，它自己本身也有方阵快炮可以将你击落。通常一艘航空母舰它的防卫的半径是400公里包括它的预警范围能力以及它能够拦截的范围大概是400公里一个半径这种长度。所以说伊斯兰这个如果说要打到林肯号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为什么不可能打不到，他还要这样做？我觉得他很明显的就将你林肯号逼退距离我海岸线最少这500公里之外，才能够确保你的安全嘛。如果说你在400公里之内，我无人机万一不小心这个总是有漏网之鱼，如果真的打到你，你就吃亏受不了。所以那往后退对伊朗有什么好处呢？它可以争取它的预警时间我们现在昨天我们上一节我们还在讨论的，就是美国有一架 F-18战机这个传说中被伊朗击落。F-18战机就是从林肯号起飞的，因为 F-18就是林肯号的舰载机，而且他后来说这个坠落在这个阿拉伯海，那可能性极高，它可能被击伤以后要回到林肯号的中间过程之中是不是受伤有没有回去我们不晓得了，这看美军去这个讲。但是关键就是重点是说这架战机是从林肯号起飞的，应该是没错。那如果说我将你林肯号逼退到400公里或500公里之外，当然我就可以增加我预警时间，增加你攻击的困难度，因为你在海上要多飞这个500公里这么远。那这个我们知道海岸线距离德黑兰还有1000公里这么远。那当然你如果达到我的作战领空这个依照你的油料，你可能本来预计可以有30分钟的滞空时间、留空时间作战。那因为你消耗掉你的航程之后，
你的作战时间可能只剩下10分钟，不够你攻击。我觉得这个是战术上的一个运用。可是你要打航空母舰哈，这个伊朗是打不到。可是有一种方法可以逼退击落航空母舰，那就由最强的堡垒要由自己内部来做攻击。啊，福特号不就是被击落了吗？可是是不是这个伊朗发射导弹去打到福特号？不是，是福特号自己的官兵在里面放了一把火，把洗衣房烧掉。那我们现在看到福特号因为这把火就回到希腊去拯救去了。所以最强的这个堡垒要由内部攻破。这个福特号证明了这句话给我们看。了解。好，现在不止这个美军的林肯号被盯上了，伊朗也对另一个敌对势力呢持续发动打击，就是以色列。继续对特拉维夫这个狂轰猛炸。那如果说这个三方战争有一个人在把敌人打死打残之前，他都不想结束的话呢，那就必须是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了。所以他之前就下令，往后的48小时要继续全力轰炸伊朗的军事设施，就是要抓住每一可能进行弹劾之前这个短暂的窗口，把握时间哦，我能打多少算多少。而且呢，对黎巴嫩南部哦，以色列也是大有动作，他们派遣了这个地面部队去占领哦。但这个举动是让联合国都看不下去哦，呼吁要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好不好？那以色列呢？好，你要当这个一战再战的硬汉没有问题，但是总理大人作为这个国家领袖啊，他不带头表率，自己的妻小呢先送去美国，好不好？先安全。好，这不就是标准的哈？这个我争了很多。人家的儿子上战场了，然后自己家的呢送去美国，这是把人家西北料，很标准的一个双标。所以这边有2个问题想请教来宾哈。首先就是以色列这个毫无收手，持续加强轰炸伊朗，甚至扩大征兵到40万这个后备军人的举动，是在盘算，如果美国要抽身了，不玩了，那我以色列也是要独自跟你伊朗，还有你背后这个什叶派的势力，我要继续跟你死磕到底吗？教授？我觉得可能不完全要朝这个角度来看哈，因为我觉得以目前以色列所面临的处境，坦白说，对于内塔尼亚胡也好，对以色列也好也不利。他已经被边缘化了。本来是美以联军啊，就是联合对伊朗作战。可是您看现在传出来的所有的美国要跟伊朗进行谈判的时候，没有以色列的份了，是他被排除在外了，这叫做什么？被边缘化。那也就是说，现在对以色列来讲，他越来越没有安全感的问题是在于，如果美国跟伊朗他谈好了呢，那我以色列怎么办？是。那因为伊朗现在已经提出5个条件了。这5个条件里面有一个条件，赔偿坦白说好解决了，因为按照美国过去的案例来说的话，他赔偿可以叫日本人付钱，因为以往就是日本人就是付钱嘛，还有可以叫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相关的国家付钱，美国人是不会付的，可是他叫可以相关国家来付，所以我觉得这个赔偿这个问题不大。是。可是它比较大的问题是在哪里？是因为伊朗这一次的要求是连敌对的国家全部都要停止战火。那敌对的国家就包括以色列对于黎巴嫩真主党南部，也就是黎巴嫩南部的攻击，以及包括对于也门胡塞组织或者是对于哈马斯的攻击哦。这个可以广义解释，没错。但是更具体的来说，就是对真主党的攻击已经列入谈判的条件内。可是你看，跟以色列有关的谈判，以色列没办法参加。这个对于以色列来说的话，他已经没有安全感，而且很明显的，美国特朗普完全没有意愿，也没有意思要内塔尼亚胡来跟他来谈判。换言之，也就是说，这个如果真的是有谈判，目前来讲是没有谈判了，目前来讲就是传话而已。那川普也好，本人也好，或者是他的发言人，把传话上纲到说这就是谈判。坦白说，这个在严格谈判的定义上来讲是行不通的。是谈判，我们可以分为直接谈判跟间接谈判，可以。直接谈判就是我跟你直接谈嘛，那这就是我们2个在一个物理空间的相同的情形下，我们2个就直接进入谈判了。那间接谈判，也就是我们也可以在相同的物理空间，可是我们进行间接谈判。例如说，我跟这个副秘书长这个他假设他穿梭于我们2个之间的矛盾，那我有什么话跟他报告，跟他说，他来跟你说，然后你有什么话跟他说，他来跟我说，可是我们2个就是不谈。对，那这个也可以，这个也可以叫做谈判，这叫做间接的谈判，可以在同一个物理空间的情形下。那目前美国没有进行到这里，目前美国只是透过第三方做传话。是好，那美国把它做成谈判，可是连传话，以色列都被排除在外，他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它已经被战争边缘化了。而且你看现在所有的新闻报道，没有人在乎以色列他打了伊朗什么，但是更多的报道是以色列被伊朗怎么打。那你可以感觉出来，就是内塔尼亚胡本人也好，这样政党也好，或者是他对于面对他的反对党国会来说，他越来越孤立了。那对于他来讲该怎么办？那当然就是动员，把美国人拖下水，不让美国人脱离战场。因为看起来是要脱离战场，所以如果不让美国人脱离战场，最好的方法是把地面部队投进去。如果能够把地面部队投进去，扩大这个战火，扩大这个战场的话，包括对于黎巴嫩南部的一个占领，包括对于伊朗的一个直接的一个攻击，甚至地面部队投进去的时候，你美国如何脱身？那当然，这个就涉及到一个风险。这个风险最高的就是什么时候美国的白人跟犹太人跟美国的犹太人翻脸。因为当美国的白人真的跟美国的犹太人翻脸的时候，美国的犹太人还是会怕的。平常他可以有雄厚的资金，可是一旦翻脸了，那些地位资金就不重要了，因为随时可以把你没收。好，我们第二个问题要请教杨老师哦。其实之前台湾也讨论过非常多次，就是一旦当国家领袖或是其家属拥有我们所谓的双重国籍的时候，然后一旦遇到危机时刻呢，我自己先落跑这样的讨论。现在纳坦雅胡的妻儿送去了美国比较安全，但是在以色列内部就引起了一些舆论的炸锅。那你觉得这件事情有道理吗？内塔尼亚胡2个儿子，一个女儿。这一次的问题是他的2儿子叫阿夫纳。不过阿夫纳这个情况是比较特殊，因为2年前2024年的时候以色列跟就是也受到伊朗的轰炸的时候，他的儿子其实要结婚，叫阿夫纳，结果后来就婚礼延后。婚礼延后到什么时候呢？到2月底的时候，今年的2月底，所以他等于是今年又再一次的延后。是那当然他的结婚对象应该是美国人。所以整个婚礼延后的2次，他自己都觉得对不起他的儿子跟他的太太。所以，然后我就没有再看到相关的新闻，是不是因为他这一次要去准备婚礼那准备婚礼是表示战争要结束吗？我们也不知道。人家在打仗，你在结婚，还是说是因为战争可能都要这个扩大征兵了，所以叫他赶快走？不会，因为他其实年龄也不小，之前也当过兵差不多10年之前的时候当过兵，所以。我却不是很清楚，说他们为什么这个时候要离开，是不是跟那个婚礼有关那但是内塔尼亚胡美国很早之前就说，这个战争是一个人的战争，就是内塔尼亚胡的战争。对。但他把川普卷进去之后，去年卷进去，今年更整个扩大，变成一种战争。那可是呢，现在川普要去跟内塔尼亚胡切割，显然伊朗要去分化美国跟以色列。所以内塔尼亚胡这几天呢，就扩大对于真主党跟伊朗的轰炸攻击，因为他怕美国可能会达成一个很快的这个协议。可是他扩大征兵，他也担心马上战争如果结束，被美国要求要结束的时候，他怎么回应？对，他因此要把这个情势弄得更僵。那如果被迫就是停战的话，那接下来10月7号的这个选举。他本来就已经不看好了，经过这一次的战争，而且以色列我刚刚提到死亡18人，受伤5200人的情况之下，其实城市的重建会很多的怨恨的，所以对他的选举也会不利。因此，他是不是要把这个战争再扩大？那我们现在最担心的是，他会不会直接就等于是针对伊朗的能源设施或者是岛屿进行攻击，然后使得伊朗被迫要扩大反击，而使得战争。就完全没有回头的路，而谈判当然也变成这个机会不大。那这个是内塔尼亚胡现在可能大家会担心他的作为。美国总统川普呢，他现在是释出了更多的和谈资讯，然而现在有一个地方的情势反而是变得越来越紧张了，因为呢这一座小岛之后的态势可能要全面升级。它是哪个岛？我们马上来告诉你，它就是伊朗的能源命脉哈格岛。现在美军在做什么事情呢？开始往中东集结更多的兵力，就是可能要对哈格岛下手了。我们来看看媒体《金融时报》给出的一些想法。他们认为美军的作战构想呢，就是用一些低空突袭并且快速占领的方式呢，搭载像是直升机啦、旋翼机啦这些可以低空渗透的，然后马上让这些特种部队呢空降下来，来开始展开它的夺岛作战。那这个岛为什么要去夺它？它有什么重要的地方？因为它可是重要了。伊朗有90%的
原油出口呢，都是来自于这座岛。可以说是美军对他下手，就是直接掐住了伊朗的整个经济命脉，那迫使伊朗要这个只能认输。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非常大的场面，有没有点像我们打这个电子游戏哦，什么 Call of Duty 这样，这个拿着步枪要突袭一个岛的感觉？但是呢，打游戏很简单啊，失败可以重来，但是真枪实弹这样的军事行动是没有失败的空间的，大家都是孤注一掷来执行这个任务。好，我们就要先请厉将军来帮我们从这个军事的面向来彻底的分析，帮大家兵推哦，这个哈格岛现在攻方的美国还有守方的伊朗，他们各具占有的优劣是什么？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哈格岛的地形，跟各位观众做个介绍。这首先我们看一下哈格岛的位置是在这个地方，小小一个岛大概只有20平方公里这个的一个小岛。但是如果说你要通过哈格岛，很明显的两栖舰队势必要通过荷姆兹海峡。那我们看一下地形，荷姆兹海峡大概这边就伊朗来讲的话，几乎都是海拔到1到3000公尺的高山。那这种地形很适合这个伊朗的地面部队在这边做伏击阵地他在这边如果说是部署了对舰的导弹或者是无人机，可以对美军来讲包括现在可能全斯号或者是迪利波里号的两栖船团来实施攻击但是大家不要忽略了，美军还有2个基地在这附近，一个是这个位于卡达的乌代尔空军基地，是在中东最大基地，还有一个是巴林是什么？是美军这个第五舰队指挥部的位置。另外来讲的话，这科威特这北边这边伊拉克也有美军的空军基地在这边。在这种状况之下，这个美军我认为他的空降部队会从北边这边直接82空降师会从这边进来夺取哈格岛，在那边实施空降作战。然后地面部队来讲的话，从巴林的舰队还有乌代尔空军基地可以在它遂行空降或者登陆的时候，从巴林还有这个卡达空军基地可以来实施这个空中的支援包括到密接支援或者是主角作战或者是制海作战可以从这边出发，避免可以经过这个荷姆兹海峡。可是有一点一定美军非要做的，就是他的两栖舰队一定要从这边通过。他两栖舰队说周边我们看到整个波斯湾周边都是陆地嘛，那你这个两栖舰队势必要从这边通过那这是第一个，我们周边地形介绍。第二个，我们看一下哈格岛本身的地形。那如果说是美军在这边实施两栖登陆或者是空降作战，我们看哈格岛这边很明显的冲到图我们都看出来，这个是这个油库的位置，这个油桶的位置，它势必要在这边这个避开这个地方，不管是美伊双方炮火，避免误击这个地方，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然后在哈格岛的这种西边这边有一个机场，那这个美军一定要先夺取机场，有夺取机场以后，才可以有利他82空降师这个用C-17运输机或者是空降这个低空的跳伞方式，在这边夺取机场，还有他后续的物资的运补，可以用飞机很快速的可以运补下来。另外还有一个美军势必要夺取的就是这个港口。大家注意到这个码头，因为你重装备包括你坦克车、战车甚至大型的火炮，你用运输机来讲，运量还是有限，势必要用船来运输。所以第一个，他一定要夺取这个港口。大家看到这个港口很远，这是它装油的这个码头。这个装油码头，因为它要装的是30万吨级以上油轮，所以说它特别向外面突出去，吃水才够深。那同样的道理，如果美军可以利用这个港口，它大型的船舰就可以在这边登陆以后，然后可以这边利用这条道路来对这已经登陆的部队做后续的持续运补。当然，它周边还有一些小码头这个小港口、小码头。那我认为说是作战的重点一定是在这个地块，还是在北边啦。一定在这个，他一定要夺取机场，或先夺取这个小码头，才有利于他后续的运补。他这个小码头夺取以后，从巴林的这个运输就可以利用这2个码头来实施运输，也可以确保这一线的建立，利用这一线建立他所谓的滩头阵地线那整个作战的程序，我们先讲美军的作战程序美军作战程序，第一个一定是对这个岛上面的所有军事设施来一次用火力洗地。我们讲说的叫做密接支援，那登陆的时候做密接支援。那美军可以用什么样的武器先行做这个工作？它可以有现在所谓的 A10这个雷霆式攻击机，那戏称叫做油猪式了。油猪，油猪。
它这个除了说是它可以带各型的对地攻击的导弹做精准的打击之外，它另外机头这个地方有一挺30机炮，这机炮每分钟可以打到3000发，是非常强而有力的。那最大的特色，你看它2个发动机是装在后面上面，它这个底部来讲的话，因为它本来就是对地攻击机，它就有预防到，等于说一辆会飞的坦克，所以底下那个厚的钢板，你用一般的机枪是打不穿它的，所以它的防护力是很强的。我认为它一定会用游珠式这个战斗机，从我刚刚讲的卡达尔空军基地起飞哈，这个来这个地方做这个掩护、密接支援，还有先期的火力攻击。那第二款它可以用的是阿帕奇直升机哈，阿帕奇直升机也是一样，这个它底面的钢板也是很厚的，可以防止轻兵器对它的射击。那飞行员是在上面，它这上面有一挺机炮。那这个机炮的强在什么地方？这个射手他眼睛看到哪里，那机炮就瞄到哪里，是非常的精准。那在第一次波湾战争的时候，他带着导弹对战车的攻击，战力比是1:16，不0:16，他一架直升机就可以打掉16架的这种坦克车，因为它有可以携带16枚的地狱火导弹。除了这个以外，它可以带火箭炮，所以火力是非常猛的。这是美军制空作战。紧接着我们看，如果登陆初期的时候，它海军陆战队可以用 AAV7这2栖登陆车，从这个迪里波迪号或者是全斯号这2栖攻击舰上面带着陆战队官兵直接抢滩登陆然后再来我们看一下，它这个迪里波迪号上面还有的语音式的直升机。所以它不见得是要用跳伞它用语音式直升机就可以将人员来讲，这一架直升机大概就可以带70-80名的这种陆战队的官兵，直接用机降作战，很精准的着陆到他所望的地区来实施精准作战。那我们看一下伊朗有什么反击力量？伊朗当然它的地面力道是比较强的，它第一个它的优势，这个哈格岛距离伊朗的本土大概只有25公里，也就是它的无人机是100%可以攻击到这个地方第二个来讲的话，我今天特别去找了一张照片给各位看一下，这个是伊朗的监视型武器叫做沙哈克 H3型的监视，它类似刺针飞弹，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它很小一根，它不大。所以它的杀伤效果不大。那你如果说对 A10攻击机的话，其实我觉得效果不大，可是可以将它击伤这个应该是击伤没问题。可是你要将它击落，可能不是那么容易。今天有一则最新的新闻，就是美军有一架 F-18战机说是就是被这种刺针飞弹打到的到底有没有击落？美军现在是说否认了，但是我认为说是可能没有击落，但是有击伤。因为 F-18它本来舰载型直升机。它的这种防护力、安全防护也是很好，设计很好。而且第二个，再加上你看这么小一个的刺针飞弹，它的弹头杀伤效果有限。你看弹头就这么大一颗弹头这么大一颗，大概爆炸威力大概我想了不起一颗迫击炮那种爆炸威力，对战机来讲可能不构成这个击落，可是造成损伤是会的听说就是这款飞机来作战，所以我认为说是如果说是双方这场战斗来讲的话，可能这个伊朗会不会采取的可能我认为是类似关门打狗的战术我让你的这个迪里波利号进来之后，我封锁这个港口，我之后在这个港口封锁掉这个用鱼雷或干嘛，这是第一步他可以做的甚至于他就可以在这边先行布雷，根本不让你进来。如果你要进来之后，他封锁住之后，你可能更不容易出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它可以在先期这个，我想说哈克岛这个小岛上面，它已经先期战场经营了很久。那它有一个优势是什么？因为双方来讲都不能打中这些油桶，这些储油槽如果说一旦被命中的话，对全世界能源是一大的危机。那我想美国也可能不愿意造成这种伤害，以免整个这个通货膨胀这是伊朗的优势在这边。当然，它第二个优势是沿岸这个地方它可以借着沿岸这个地形部署。它的对舰攻击、对舰导弹或者是这个无人机当你登陆上去之后，它会打什么地方？它不见得会在岛上跟你决战，它打你后续的船团。你从这边出发，从巴林出发的船团，或从这边出发的船团，它从这边对你攻击。你要知道，登陆作战一旦后续的船团没办法持续做后勤补给支援，那你可能在那边
战的时间就不久，就像越战的时候德浪谷之役，美军的空降部队下去以后，机降部队下去之后，一个营下去，但是被北越的军队包围，它后续来讲没有办法持续的运补，因为每天消耗的弹药量或者伤患的厚重是很重的，在这种状况下，那时候美军就这个后续来讲，他必须这个认为失败，就主动撤出了。那我认为这个浴血这个哈格岛哈，后续来讲，不要认为说美军没有胜出来，美军有他的计划，然后伊朗也有他的这种战法，所以后续如果美军真要在这个登陆，我认为会是一场的血战。是，好，谢谢李将军这么详细的分析哦。哈格岛刚才我们从武器还有可能的战术哦，确实现在码头跟机场还是最关键的2点。好，美军还没有展开这个夺岛的第一步，但是我们先帮他想到，如果真的攻了，并且打下来了，第2步关键的就是能不能守得住。现在前美军的中央司令部情报主任吉布森他就强调，一旦登岛成功的话呢，美军的立场就是转攻为守了嘛。那所有的火力啊，在集结在中东的这5万美军，就是来优先保护这个驻岛的部队。那军事专家分析呢，一旦美军真的拿下了哈格岛，那伊朗也可能要跟你玉石俱焚了，祭出这个焦土政策，就是宁可炸毁所有的油气设施呢，也不要让你美国人拿下岛上剩余的这些好处，这块肥肉。好，如果这个剧本真的走向现在这个极端的发展，哈格岛争夺战，美军想把油气设施当作来抗衡伊朗的一个筹码，但是否想得太简单直白了，也低估了伊朗可能不惜鱼死网破的他们的一个决心。那玉石俱焚，如果真的弄下来，自家的高达90%的原油出口依赖的地方也给你炸毁，伊朗真的可以狠下心做这件事情吗？赖老师，你的分析？您不觉得这一个整个逻辑都不通吗？就是说目前所放出来的讯息逻辑是相互矛盾的。先看一下美国的财政部部长贝森特他所制定出来的新的规则。这个规则是什么呢？就是伊朗可以卖油，伊朗可以卖油，30天豁免。也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任何国家组织都可以向伊朗买油，而且是按照国际油价买。而且不会受制裁，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平抑油价嘛。对，因为国际的油价涨那么高，所以你向伊朗买油，向俄罗斯买油，然后这样的话把油价往下压一点，对不对？好，那既然是如此，30天，那他如果占领了这个伊朗的油啊，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油岛，好了，你占领这个油岛，你要把它运出去，那你如果运不出去呢？那伊朗的油就出不去了嘛？那伊朗的油如果出不去，那你豁免了那30天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伊朗的一滴油都运不出去的话，油价又往上高了，油价又往上高，那俄罗斯又不卖给欧洲了，那这样的情形下，欧洲的一片悲惨，那国际的原油价又往上飙，那意义在哪里呢？好，这是我们讲的，就是说，你说你要占领这个油，你要油岛，那你拿的目的是你要拿到海外去卖，那你的赫尔木兹海峡能不能打通？你目前是打不通嘛？所以沙特也好，阿联酋、巴林、卡达等，他们的油气就出不去嘛，油气出不去，所以油价才会高。那你不觉得那赫尔木兹海峡要不要占领啊？如果不占领，那你占领这个油岛意义在哪里？即使我们就讲伊朗没有把你油岛的油设施摧毁，那你占领了油岛，你要把油采了，你还是要卖出去。你卖不出去的话，伊朗的油又没有卖出去，国际原油价飙涨的不得了，你不觉得这很矛盾吗？所以我个人你把它拼凑在一起来看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怪的不得了啊！难道就是这个岛吗？好，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就是你占领了这个岛，不代表你能拿到伊朗的油因为并不是从这个岛底下去产油这个岛只是一个初加工。也就是说，伊朗在它的本土内把油采出来了以后，把那油送到这个地方来，这个地方以后进行加工以后，然后就上船，从这个地方运出去的，所以它是一个加工的设施。那也就是说，你夺了这个岛，不代表你就拿了伊朗的油，伊朗可以把油管关掉。关掉以后，它从另外一个管线，因为伊朗已经早就在预备另外一个管线了，所以从另外一个管线把油装进去以后送出去，然后把你困在这个地方。那请问一下，我把这个设施不要了，我专门来打你，那我设施我也不需要，以后反正你到时候赔偿的时候，我再把油恢复过来。你不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逻辑吗？扯了半天，我都觉得这个难道不是美国故布疑阵吗？也就是说，
美国你的两栖攻击舰又穿越不了赫尔木兹海峡，除非你把赫尔木兹海峡的用火力压制。你要压制以后，你才有可能两栖登陆作战。你不然的话，你只能够采用这种空降伞兵82空降旅的一个作战。那你在这样的一个作战方式，就显得很脆弱了。所以你如果一定要两栖，也就是11旅跟82旅的搭配，空海的搭配作战的话，你就一定要用火力压制赫尔木兹海峡。所以很可能霍尔木兹海峡的火力的攻击战反而是非常猛烈。不然的话，你怎么掩护你的这两栖攻击舰穿越这个海峡呢？好，刚刚赖老师帮我们提出现在美军一直在不管是透过这个军方的说法，还是透过媒体的说法，都让大家把聚光灯放到这个哈格岛争夺战上面。但其实赫尔木兹海峡还是能否通畅才是一个关键。因为现在呢，如果持续封锁下去，大家势必要找替代方案啊，没有办法等待这个油出不来那么久。替代方案在哪里？红海路线呢，当然是一个选择。不过伊朗放话了，如果美军胆敢对哈格岛有任何的动作，他们也会将这个开辟红海战线要给老美一个惊喜。好，红海是通往苏伊士运河的要道，之前我们的这个长荣海运在那边有这个出过一些事故，可是把全球的物流塞出了一个乱子，大家都还记得吧？那现在如果万一红海也变成了风险路线，然后全球两大的这个运量的动脉都同时受阻的话，全球的经济跟物流会有多悲观？这个油价会不会喷到天上去啊？杨老师？红海的重要性就是它在连接欧洲跟亚洲之间的航运。那如果走非洲的好望角的航线的话，至少要多10天到15天的时间。那时间就是金钱了。那所有的保险费、航运以及整个供应链的时间也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它这个冲击其实是难以估计的哈。那伊朗有2种方式去影响红海的，就是它的这个海运。第一个就是帮助在这边也门的青年运动啊，或者是我们叫胡塞组织。那目前胡塞组织在这几天也都不断的在喊，不过他动作还没有出来，所以可能是当做一个伏兵。那伊朗也可以直接怎么样？也可以直接就是飞弹就打过去啊，因为距离红海大概比距离特拉维夫在就是从伊朗的角度的话，可能也最多是多100公里的这个航程，所以也都在差不多1200公里范围左右。所以以色列到现在为止被伊朗打的是几乎是体无完肤啊。怎么说？因为他到现在为止受伤的人员已经超过5200人啊。我们知道前2天以色列的核弹基地也被2枚伊朗的重型弹道飞弹击中，而且很准。那所以呢，他要去直接打那么窄的红海的航道，其实是有可能的。那所有的他只要1枚飞弹靠近这边，那所有的航线都被迫要改航。所以他用这种是跟你叫一种就是说以牙还牙，而且是相互保证毁灭啊。所以我们现在从战略的角度哈，美国没有那种绝对没有任何的利益战略利益说要跟伊朗去所谓的完全的摊牌。所以，任何现在攻打能源设施、夺岛或者是地面的行动啊，基本上是对美国而言是绝对的损失，而且伊朗会采取所谓的就是相互保证毁灭的这种方式，玉石俱焚，这不符合川普的利益，完全不符合。那但是呢，现在大家都在准备这种最坏的情况的打算。美国跟伊朗之间的这个终战日现在进入倒数了，美军在酝酿夺岛的计划，伊朗的部分呢，则是储备了包括它的飞弹、无人机、水雷全开。下一步，双方是停火还是全面开战？今天节目上面一起来做解读。赶快来看到这一场美伊之间的博弈，已经不是打或不打的问题，是现在其实美伊双方是边打而且边谈判的。川普最新放话说谈判有进度，甚至会暂缓5天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市场松了一口气。另一方面呢，以色列的媒体则是指出了，他说呢，美方已经把4月9号给定了。
定为终战日了，真的吗？这是美方所提出来的一个时间吗？另一方面，我们持续来看到，难道现在伊朗方面的态度真的软化了吗？来自于英国伊朗媒体所做的一个报道说，伊朗的外长已经自己证实说，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已经点头了，同意可以跟美国方面来进行谈判，甚至不排除会达成协议。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今天又收到一个最新消息，有来自伊朗军方的说法，伊朗军方相对于穆吉塔巴就非常的鹰派了，他是说否认有和美国在议和，还酸了川普说自己跟自己谈判，把失败当成协议。好，这是来自于伊朗军方的最新说法。美方提出了什么样子的条件来跟伊朗做这个和平谈判的一些条件呢？我们来看到这一共是15项的要点。是美方透过巴基斯坦向伊朗递交的15项要点，这当中要求伊朗要拆除核设施，移交它高达60%高浓缩铀的一个库存，并且禁止在本土进行任何的铀浓缩。第二个来看到，必须开放国际原子能机构来进行无死角的一个核查。第三个，限制伊朗的导弹能力。最后，我们来看到要求伊朗停止对地区的盟友武装团体的各方支持，确保最后是这个，确保荷姆兹海峡的航道要维持开放，禁止任何的军事武装。但重点是，伊朗也有对美方提出了非常多的要求，美国可以达到吗？节目一开始先请教委员怎么看？伊朗这时候点头，来自于媒体的报道说这个有意可以跟美国来做和谈，这是在准备让步，还是他拖时间？现在酝酿还会有更大一波的攻击呢？就美伊双方现在对彼此开出来的条件来看，双方有可能达成停战吗？委员怎么看？伊朗在此时此刻恐怕很难跟美国有可能来进行停战的协商为什么的原因很简单就伊朗在这场战争当中，他们已经牺牲太大了他们已经付出太多了。那么其实伊朗跟美国和以色列讲直白了就是血海深仇了。那么而且现在的这个整个的伊朗已经进入了全国军民同仇敌忾的这种状态那么任何一个领导人，我想恐怕都很难在这个时刻忽然来一个法夹弯说大家等一等我们现在坐下来跟美国谈谈看吧那你更不要提到说从去年到今年，伊朗被美国和以色列偷袭，都是在谈判过程中就都是在谈判的这个整个的过程中，眼看着好像就要有好消息出现了，美国跟以色列就出手了所以你说伊朗的军方或者是伊朗的政治人物真的会相信美国的谈判是这么有效吗？其实我高度存疑所以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些讯息我认为伊朗军方的谈话恐怕比较能够代表伊朗现在的立场那么第二个重点是，大家不要忘了，这不是美国跟以色列的这个伊朗的战争，这中间还有个以色列这个以色列是根本不希望停战的就这场战争，我一开始就讲过，它是美以伊三方美国当然是希望见好就收然后呢收割一波这个胜利的果实，然后回到国内去大肆宣扬可是对以色列跟伊朗，他们准备或者是意图要打这场战争已经很久了他们准备了几十年的时间，现在双方摊牌了，也就是说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状态了。那么你说以色列会在这个时候同意说好了，我们就大家停战了，当作没这回事了？如果说伊朗所谓我们现在看到的美国《纽约时报》方面所透露出来的这些条件是可靠的，那你川普当时干嘛撕毁伊核协议呢？伊核协议讲的不就是这些东西吗？就是如果你们相信伊朗，那你就没有必要撕毁伊核协议了。可是你不相信伊朗，从当时一路走来你都不相信，所以你才用军事打击所以你说对以色列来说，他怎么可能相信？他会想说，这个时刻如果我不把你斩草除根，将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果不如其来。川普为了拉抬股票，他释放出利多讯息的时候，以色列照样在跟伊朗对着干了。他们双方没有停手以色列该打的打，该轰的轰，伊朗该射的飞弹也没少过一枚所以其实有以色列在中间，你说大家要停战，要协商，我觉得很困难那你更不要讲到说这个美国说4月9号要终战了终战这件事情大家就川普的话，大家就听听就算了，因为川普过的时间可能跟我们不一样就是人间一天，地上1000年就川普他
所提出来的这个乌克兰战争的终战日期，大家如果印象还记得的话，不晓得延后了过多少次哦，到现在还在无穷无尽啊，还没有到终战的那一天，所以我无法理解川普的4月9号跟我们人间的4月9号真的是不是同一天？那但是重点来了。你说双方的条件能不能谈得拢，这才是关键啊！我刚才说过了，美国所提出来的条件是什么？是叫伊朗自废武功啊，要伊朗停止对真主党、停止对整个中东地区这些盟友势力的支持。伊朗怎么吞得下来呢？各位知道，之所以会有这个真主党，之所以会有所谓的这个也门胡塞组织，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巴勒斯坦被以色列屠杀，这才是真正的关键呢。所以 Jeffrey Sachs 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过，要解决中东战事，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以色列建国。以色列只要完成建国，坦白讲，你说胡塞组织也好，真主党也好，他们的历史任务就已经达成了，他们当然就可以解除武装了，没有必要在这个地区上再造成任何的纷扰。可是问题是，以色列吞得下来让巴勒斯坦建国吗？就真正你要让中东和平，只有一条路走，就是让巴勒斯坦建国。但是很显然的，这是不可能的嘛。对，那你更不要提到说伊朗所提出来的条件哦，他要美国跟以色列认错道歉，要赔偿，要美国的势力退出中东，这哪一条他们做得到吗？所以我觉得大家双方的条件是南辕北辙的哦。就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很多讯息，我真的很强烈的怀疑它的真实性。那你更不要讲什么《纽约时报》的讯息了，美国西方媒体讲的永远跟真实的情况差别很大。我举一个例子就好了，西方媒体讲的如果可信啊，乌克兰早就打赢了啦。乌克兰在过去这么漫长的岁月里头，你看看西方媒体是怎么吹嘘的，就到现在还在苦战当中。所以我根本上就认为，川普释出的利多，坦白讲，只是为了拉抬股市，因为他经不起股市再这样暴跌了。那么股市拉抬起来之后，大家再慢慢搞嘛，反正先拉起个2000点，然后再跌回个2000点，再拉起个2000点，再跌回2000点。所以最后我要讲的是，双方其实并没有打算停战。如果真的，美国就不用调兵了，美国的部队要调到这里去，至少需要3个月。所以现在川普在现阶段，他没有足够的地面部队去做进一步的进攻，他当然释放这种讯息来麻痹对手啊。伊朗不是白痴，他不会上当啊。是好，首先看到美国跟伊朗各自提出来的条件，现在看起来双方要达成一个停战，落差实在还是太大了。那另外一方面，嘴巴上面喊说双方要停战，但是两方美国跟伊朗现在竟然都是各自在积极的备战当中，而且是大动作的在备战。我们先看到伊朗，再看美国。伊朗现在呢祭出新一波的报复行动哦，他说呢现在正式的伊朗呢已经由所谓的防守转为正式要做攻击了，并且宣布展开真实承诺4的第79轮攻击，锁定的当然还是针对了美国跟以色列，包括它多个战略的设施，像是以色列军方的卫星接收系统，还有位在约旦、巴林、科威特境内的所有的美军基地。再来看到在美军的部分又做了哪一些动作？昨天我们特别谈到了说，他们正在等待的就是他们的2栖的突袭舰，还有5000位的这个陆战队要到位。那五角大厦最新做出了一个评估，除了昨天我们特别提到2栖突袭舰跟陆战队之外，还有第82空降师。接下来这一些势力会指导伊朗附近的3个小岛，包括了石油命脉哈格岛之外，还有大通布跟小通布群岛，为登陆战做准备。针对这个登陆战，我们也来看到是很多位的美军的指挥官，跟纽约时报做了一个分析，说有鉴于目前哈格岛的机场在2周前被美军空袭中损坏，所以呢可能会由陆战队来打头阵，之后再由空军的这个运输机负责运送军备补给跟部队，最后会由82空降师扮演强化陆战队的角色。但是其实我们看到美国智库自己都很不看好美军的这一项地面战的登陆计划。来自于 CSIS 特别做的一个分析指出，就算美军好，你今天很成功的登陆到岛上好了，也不代表你赢，因为哈格岛实在是距离伊朗太近了，只有数十公里的一个距离，伊朗可以使用它的飞弹、无人机、它的快艇、水雷，全部去持续的骚扰你的补给舰，最后把美军给逼退。所以针对于这个美军接下来会如何做这个跳岛3个小岛的一个夺岛攻击，战情要请干哥来帮我们做分析。另外一件事情是最新消息，昨天 B52呢，在这个紧急发生了这个紧急降落的事情，还有美军的多架战机也都出事了，代表空军它的空优已经松动了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伊朗是不是就更有办法用它的导弹啊、无人机这些做所谓的饱和攻击？干哥怎么看？
我实在很不愿意承认，大千委员他认为说美国不会，就是说我今天打了你之后，然后我就现在又要跟你和谈，那你调兵要干什么？其实调兵有一定的意义在，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我把这个岛先占下来的话，我现在就会有了谈判的筹码。然后，所以你知道，我们昨天有提到了，就是说2艘2栖突击舰带了总共5000名陆战队的官兵，但是这陆战队的官兵有一个弱点，就是说他没有重武器，也就是说人可以上去美国海军陆战队是真正打过诺曼底登陆的，所以他们现在如果说上去了之后，那你要怎么样巩固他的滩头？伊朗有多种手段可以对付你，水雷攻击布雷无人机甚至导弹可以瞄，他的导弹不是在哈格尔岛也不在大小通布岛它在哪里？它的远在可能在伊斯法罕那边，那个好几百公里之外。那我请问你一下，航空母舰能不能打到那个地方？你要先把它调来，你又怕它用飞弹打你，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像我们在跳一个 tango， 你知道吗？你进我退，所以实际上这个还要花很多时间，所以。老实讲一句，说这时候美国寄出了我们先把陆战队准备好之后要上去，然后我们再调动82空降师。我大概解释一下，第82空降师就是美国有2个最有名的空降师，一个就是第82空降师，另外一个是第101空降师，大家都听过。但是101已经改制成为全突击师了，就是说整个师都是坐飞机的，坐直升机的。那82空降师算是美国还算传统的，他在那个美国的那个2次大战之后，在打赢的那个突出部之一之后，他后来也参加了很多战争，海湾战争巴拿马的擒获诺瑞加总统那个战争等等。82空降师有很多实际的经验，所以真的要去上哈格尔岛去占领之后，部署的优势是在真正的82空降师。因为他们的配备的话，就是整团要带过去，的话，炮兵、自走炮、M1 坦克通通要上去。那你上去之后，这才叫实质的占领。可是你知道，就像我们讲过，这要花多少时间？恐怕我最低的、最起码的估计，至少还要2个月，你这东西才上得去。为什么？你没有这些东西，你没有办法抵御无人机攻击，你没有办法抵御那个弹道飞弹攻击。你光是陆战队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上去的快，但是呢，它没有办法做实质的巩固，所以还是需要82空降师来支援它。那好，那现在你看到这些部署之后，你就晓得说，哎，川普不是随便讲的了。对，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在那个就是在北卡罗来纳州的82空降师已经集结完毕，就代表说我真的要上去。哦，那我真的要上去了嘛，对不对？那你要上去的之前，它的部署一定是什么？一定是空优要先抓下来。其实现在空优已经抓到了，已经抓好了，现在就是怕突如其来的飞弹攻击。那你突如其来的飞弹攻击，你要部署什么？你爱国者要上啊！爱国者你现在剩下多少？听说不太够。那你要调哪里的？调南韩的爱国者来，你要不要时间？要嘛。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部署，但是你要晓得，美军不打没有把握的仗。那伊朗也在想说，你来了是不是？我准备什么东西对付你，对不对？所以我们提到了苏马飞弹，还有那个巴赫尔飞弹等等，我们很多种飞弹可能现在都要调动了。所以你就晓得说，其实老实讲一句，在军事调动的之外。外交谈判说15点计划现在已经讲好了。第一点就是伊朗，你必须要拆除核设施，并移交60%的高浓缩铀给谁？给国际原子能总署。你不要开玩笑，只要他拆除了，送给国际原子能总署伊朗就没有牙齿了。那不可能的事情，这第一点就过不去，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在看这些事情，我觉得川普你的条件太苛了，你后面又在征兵，我们就知道你打什么算盘了。我们只知道说，因为这样，国际油价一时之间绝对不可能降下来，这1个礼拜不可能会平静，不会安宁，可能国际能源的危机会更加升高。好，所以现在另外一场战事极有可能会发生吗？那岳老师又怎么看？我觉得这一场战争打的真的是用莫名其妙4个字来形容美国的态度用这个
就是残忍无比来形容以色列的态度。用伊朗的形容词的话呢，就是说豁出去了，鱼死网破。这个一定要让大家了解。我首先要强调，大家普遍的印象，因为到今天已经打了26天了嘛，24、25天了。大家心里感觉到伊朗是越打越勇，为什么？我们刚刚委员讲清楚，他们团结了。就这一场血海深仇，他一开始还分成2派，改革派啊，什么死硬派的，现在呢没有人敢改革了，现在全部死硬了啊。那个现在我都不好意思讲，那特拉维夫都已经被炸得跟加沙差不多了。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看美军打成什么样的。我现在讲你刚刚讲这样，我现在计算美国最伟大的飞机 F-15。莫名其妙被科威特的友军打掉3架，这不到现在是个谜啊！我到了对岸遇到一个干过飞行员，他说这个也是不可理解，加油机的碰撞，加油机被给他加油的加油机2个撞在一起，他说这个连基本上的飞行技巧底下的塔台的管理，你们2个靠太近，这个美军真的是非常拉胯。然后昨天 B-52轰击就发出来7700，这个7700代表就是飞机出状况，我不能做任何事，要马上迫降。对，为什么？就挨弹了嘛，对不对？你现在换了，好了，我们讲海军伟大的这个林肯舰啊，已经挨了不晓得多少弹，至少挨了弹，跑到1000公里外。福建舰更好笑啊，从电磁弹射失败就算了啊，然后这个厕所不通，那就勉强吧啊。但是洗衣房烧火，洗衣房烧30个钟头，然后那个厕所里面挖出来的有毛巾，有一大堆啊，有衣服。自己人干的。对，你现在不是我们现在讲，我们原来都相信美军是所向无敌的，对不对？一觉得美军一站出来，我看现在全世界大概实际上少数几个人相信美军所向无敌，就他跟高市早苗还相信，其他我都发觉，我刚刚举这个例子都是活生生的例子，这个足以证明美军本身的。我得到一个结论了哈，就是说美军基本上海空军这么强的武器，人员的训练真的很差。真的很差，大家心里要明白。那你这个怎么登陆啊？啊，你怎么登陆啊？你搞成这个样子。而且最好笑的是哦，大家再回溯几天的新闻看看，那个时候川普很高兴的对外宣布说，我们的这个取得了制空权，然后我们轰炸了哈格岛，而且我们把他的机场摧毁了。当时他讲完这个话之后，美国前情报官员在西方的视频里头就在那边笑，他说：“你去摧毁人家的机场干嘛？”这个伊朗已经没有什么空军了，那个基地呢，就是将来给你要降落的时候可以做运补的，结果你莫名其妙的把那个跑道给炸毁了，所以呢，你的 C-17没有办法降落，你只能够用老旧的 C-13洞，可能这么短的跑道才能够适合。他当年如果没有炸这个跑道，没有把它炸掉的话，他现在有这么辛苦去登陆吗？早就登陆了。伊朗又在发动新一波攻击了，这一次是第77轮真实承诺的攻击，打脸川普说双方已经在和谈了。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来关心伊朗的战力，尤其现在有了卫星技术的加持，它的飞弹的射程可以高达了4000公里，是远远超过原本大家所看到、所预期的一个距离。谁现在挺美国跟以色列，就等着吃飞弹。这是来自于伊朗的最新攻势。好，我们赶快来看到最新消息。川普不是说双方已经在好好的谈了，有这个即将要和谈了吗？结果呢，伊朗是立刻的打脸，而且呢，在军事上面立刻祭出超强的一个报复反击。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动真实承诺第4的77轮攻击哦。那么我们来看到，它发射了包括了飞弹、无人机攻击以色列多个城市之外，还包括了科威特、沙乌地等地的军事基地。在昨天还有一架美国的战机又被打下来，在科威特。另外呢，伊朗更是呛香会无情的拆穿川普的心理战。我们来看到，川普不是说了吗？这5天之内他都不会进行攻击，轰炸伊朗的能源设施，要暂时停止攻击吗？结果美国跟以色列是立刻在军事上又对伊朗的能源设施2处又发动攻击，这说话出尔反尔吗？接下来我们看到伊朗又立刻在攻击进行了第78轮的攻击，并且伊朗为了不要让这个掌握权放在美国的手中，他也提出了6项的停战条件。我们来看到，包括了要求美国关闭中东的美军基地，结束所有地区战争的战线还包括美以保证对伊朗不能够再发动战争了。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大使怎么看美国跟伊朗到底现在谁比较急着来做和谈、来做谈判？
大使怎么看？当然是川普比较急的，因为油价一涨起来的话，那伊朗就怎么讲？伊朗就站在胜利面了，全世界都不会去找伊朗谈判，全世界都要把钱送到伊朗那边。现在已经好像在外面传言，就是说过一艘船给200万美金的，很多国家也很愿意。对，那压力会到哪里？会到美国，会到跟川普讲说，比如说啦，这些海湾国家，他说你要保护我们，结果呢，你保护到现在，搞得我们油也卖不出去。现在伊朗过去也没攻击我们，我们跟他关系还在改善当中。现在伊朗跑来打我们，对，是你惹的，他打不到你打我们，那现在请你不要再闹了，好不好？你不要再去攻击他这个攻击这个了。你被以色列你被内塔尼亚胡耍了啦，你美国你也得不到好处，你把石油搞到140块、150块一桶的话，你川普也混不下去，对不对？反正我们这些海湾国家，我们国家有2笔账，一个叫皇室基金，一个叫政府基金。我皇室基金就是不会有问题啦，我养2万个王子，2万个太子，对，王子一大堆，我们都很有钱，对，所以你们美国不要再闹了，哎，所以他们不会去找伊朗了，也不会去打伊朗，基本上都是找川普。那不要说这些，川普也不太在乎什么海湾国家了，可是问题，你现在你把油搞到120块的话，你还要不要选啊？美国加州的油1加仑已经到6块8了。川普前2天上个礼拜来说，现在油1加仑1块8，我还问了一个住美国，他说1块8，那30年前吧。川普是不是住在美国啊？对不对？所以川普事实上他最在乎的，我跟你讲啊，那还是他国内的情势。所以川普当然希望把这个事情解决啦，因为现在美国的舆论，美国尤其这些精英层的专家学者啊，基本上现在大家有个共识，也不是共识，不讲的人心里也这么想说，川普被内塔尼亚胡给玩惨了，对不对？完全是内塔尼亚胡把他怎么蒙了，他进去打这场战争，对美国一点好处都没有。那现在川普的问题就找不到一个出口，他进了那个局里面，他现在出不来。所以人家都在帮他想怎么出来。那我觉得川普基本上就是说也在想怎么出来了。可是说实话，叫川普这种人，像我们这种一般人啊，总是有一点羞耻心嘛，对不对？皮没那么厚，川普的皮是比城墙还厚的。我跟你讲，他说出来就出来了。我跟你讲，那他现在还是继续唬。那问题就变成伊朗现在。这个国家不是省油的灯，你可以看出来打这20几天的仗，伊朗的策略跟他的实力已经摆在这里了。我跟你美国跟以色列对干到现在，我也没有被打得很惨，对不对？那军事跟外交2个配合得非常好啊。那所以伊朗最近是什么？他已经从等比反击，现在伊朗说我现在不玩这个了，我现在玩主动攻击。反而施压，他知道川普动摇了，所以他就只给你来一个兵不厌诈。兵打仗的时候，胜负有的时候是强在心理上的，那个心理战啊，真的占非常大的比重。好，我们看到现在伊朗的策略就是主动攻击哦。那确实，伊朗这边也说，他现在正式宣告转守为攻。那转守为攻有哪一些方法，也有哪一些武器，我们也要一次来做统整。尤其是来自于大陆的媒体哦，《环球时报》做透露说，伊朗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手段给美国跟以色列所谓的惊喜哦。那我们先看到2款武器，今天带观众朋友来特别看到，就是第一个，最新的飞弹攻击可以打到美国跟英国联合基地这边，距离是达到了4000公里的一个射程哦，等于彻底的突破战争地域的限制，这是第一款武器。第2款武器，我们今天会来关心到的是这个阿拉12的这个无人机，最新型的无人机，攻击范围高达了2000公里，雷达难以侦测，造价低，量产快，可对周边国家、美军基地、能源、民生设施发动饱和攻击。另外，我们也看到伊朗它现在也透过这个卫星火箭技术来改造它的飞弹，所以射程真的看起来是越来越远了。伊朗有办法转守为攻吗？干哥怎么做评估？好，我跟你讲这个就像大使刚刚讲的，现在是等于是伊朗现在是初级。为什么？因为这个新闻，坦白讲一句，是
隔了这么多天才被证实的，而且美军一直不愿意证实。迪耶戈加西亚这个基地，我曾经说过，它孤悬在印度洋外，它是离文明世界最远的一个岛。这个岛的身世非常坎坷，我大概简单讲一下。他大概是在西元1500年的时候是葡萄牙人，他就叫迪耶戈加西亚，是探险家。他占了这个岛之后，到了西元1800年的时候被英国人占了。英国人一占下来之后，就把上面的查高斯人啊，把他通通赶走，赶去哪里？你知道？赶到摩里西斯。摩里西斯在哪里？远在非洲的东方，但是这个海域，摩里西斯就一直认为他们有主权呐。到了1960年，美国人来了，美国人说把这个岛上的原住民啊，但不能杀，对不对？全部给我赶到非洲去。然后你知道用什么手段吗？把他们的狗给杀了。你知道，因为查戈斯人他们很爱狗，因为狗是他们的宠物，也是帮他们看家的。把狗都杀了，你对这个岛就没有任何眷恋了。然后你们不能带任何财产，就把人通通赶跑了。赶跑了以后，这个地方我们就要当做英美联合基地，在印度洋上。印度洋上这么大一片洋，只有这个地方可以摆 B-52轰炸机。这个岛的由来就是这样，从1960年代一直到现在。那这个岛在20号的清晨，竟然被伊朗发射了2枚飞弹，虽然没有击中，可是美军已经吓出一身冷汗了。其中1枚偏离目标，另外1枚被美军在附近的驱逐舰的标准3型飞弹拦截下来。是什么飞弹啊？吓死人！它叫苏马飞弹。可是美国的资料里面，它也没有射程。你知道直线距离从伊朗打到这边来多久？多远？3800公里，你哪里打得到？为什么？因为最高领导人哈米尼在世的时候就已经讲，我们只要发展到具有2000公里射程的飞弹就好了。结果他现在死了，伊朗马上具有4000公里射程的飞弹，不然你怎么打得到？因为神盾系统不会骗人，他一看这个一看就知道，这个没有人能够打到这边来，从方向判断就知道，从伊朗境内发射的。打得到我们岛上了，我们这个岛是从来没有人能够打的，代表什么？代表伊朗的技术已经进步了。有2种揣测，一种就是他们直接从发射卫星的火箭改过来的，但是这样改过来的飞弹精准度很差。那但是他们怎么得到精准度的？想一想，2个朋友，一个叫俄罗斯，一个叫中国，不然他怎么打得到？洲际弹道飞弹最重要的就是你的精准度，不然的话，你要是打到这个，如果说这个预定的目标的500公尺、1000公尺之外，你就是打一个大洞而已，你根本达不到目标。他怎么打得到目标？美国现在很紧张 ，CIA 现在完全在去找，为什么伊朗飞弹这个苏马飞弹本来资料上面只有3000公里，现在打到了，打到我们这是驱逐舰把它拦下来，接下来呢？接下来还会不会有更多东西？我保证你有更多东西，更多飞弹。就像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昂机场，它被那个另外一种还有一个迪莫纳是以色列的核中心，它被阿拉12型给打中了。阿拉12型竟然可以飞2000公里，虽然它只是无人机，它也没有什么精确度，可是以色列竟然有180个人受伤所以你知道下一阶段，你知道伊朗它还有什么神秘利器吗？你不知道，而且我可以坦白跟你讲，它的韧性很强。英美联军你可能会等着会受到更大的灾难。好，我们现在看到来自于伊朗的威胁，看起来是已经越来越大了。那其实我们本来看到这些波斯湾国家是悄悄的不作声，怕受到影响，受到波及，但是最新呢，我们看到他们的态度上面也开始出现变得比较强硬了，传出说可能加入对伊朗的战争，会扩大成整个中东地区的波斯湾海湾这边的战争吗？上这个怎么看？我觉得几乎不可能为什么这样讲？就是说现在基本上是以色列跟伊朗的战争，美国加入在这里头，穆斯林国家彼此互相打，在过去中东历史就只有2-1。伊朗跟伊拉克当时是为了国土的领土的部分的问题，所以才打起来。此外就是沙烏地阿拉伯跟伊朗有打过，但时间都比较短，那是为了一些资源。因为在所谓穆斯林的教义里头，有一种叫做
兄弟之间不义的互残，它就这个东西是很严谨的哈，所以除非是要到很大国家领域，所以你看现在伊朗在所有在打这些波湾国家当中，他谈到的东西都是打你这边的美军基地。他这样强调，虽然他有打到别的，可他会强调只有美军基地或者大楼里头有藏着美军在这里这个大楼里头，所以这种形式上的东西也要顾及。另外，现实上必须大家要盘点一下哦。伊朗公正来讲，其实他在美国制裁那么久的期间，他是全世界145个国家当中排名他的军事能力是第16个，他有60多万的部队，而且它最厉害的部分，它有所有我们现在最近看到的导弹也好，无人机也好，各式各样的武器也好，是它自己都能够生产的。但波湾国家现在波湾国家武力最厉害的就是沙特。沙特阿拉伯来讲，它是排名第25，但它全部的人口就是它的军力当中23万人。而且这23万人最厉害的陆军当中，其实7万多人，空军2万多人，他还有10万人去保护他的皇室哦，他可不是轻易出来打仗的。我们看其他的部分国家，阿联酋是第2厉害的，大概也就6万多人而已。那么巴林啊、卡达，包括我们刚才讲科威特跟阿曼来讲，都在1万、2万、3万、4万。我们就说现在把波湾国家全部加起来的军力，都没有伊朗的60多万人多，而且我们刚刚讲波湾国家因为很有钱，所以大家武器都自己买的，而且买的基本上虽然美国、俄罗斯、中国也买一点，他们都没有生产自己的武器的能力。所以最近沙特阿拉伯不是说他要买那个巴基斯坦的飞机吗？而且就不能就要做生产线。这其实是沙特阿拉伯算是第一次引入自己要来做生产，因为感觉起来好像是确实有点不安了，因为太有钱就买，所以你怎么跟伊朗比？伊朗现在都在生产，所以为什么大家放狠话？所以你兄弟之邦，你还打我，打成这样的地步，还打我的这些石油设施之类的，太过不去了。我无论在外交当中也要放点狠话，但就军力当中互比，真的波湾国家经济全部加起来，坦白讲也没有伊朗多，所以波湾国家现在的表态是说，他们要加入这场战争，是要加入跟美国在一起。那这个东西的拿捏也都是在暗示上当中拿捏。你说真正的开战吗？我觉得其实大家不会想不开的。在这场美伊之间的战争，我们要来关心到是伊朗他说的，他击落了来自于美军的 F-16还有 F-15，但是美军否认这个战损。罗生门，等一下我们来做一下解读。另外呢，这个伊朗啊，不只是封锁了荷姆兹海峡，是不是现在呢在红海的地方也能够被封锁呢？我们今天会就这些议题一起来做关心。好，现在先看到这个中东战火持续的延烧，全球经济当然跟着摇摇欲坠，而美国跟以色列也持续的喊话，伊朗的方面当然也回呛，他说有许多的战果，2个，我们先来看到第一个，他说呢，他们在伊朗这边呢，因为南部沿海因为使用地对空的导弹，所以成功拦截了F-15。第二件事情是说，他们在伊朗的中部地区用新型的防空系统，同样也是击中了来自于以色列的 F-16。针对于这些战损，我们看到以色列是保持沉默，美国方面则是完全的否认，而且还说了，他说我们美军啊，一共是执行了超过8000架次的作战飞行。当中没有任何美军的战斗机被伊朗给击落，但是过去的数字却是打脸的。我们要来看到有其中几个案例，当初在这个伊拉克的时候，可以看到坠毁的机上一共是有6个人全数罹难，是因为这个空中加油机的坠毁。再来呢，在沙乌地这边这个基地空军基地呢遭到伊朗的飞弹袭击，5架美国的空中加油机船因此受损。最后还包括来看到五角大厦证实的美军1架 F-35逆中战机被伊朗击中之后，被迫只好最后是紧急降落。所以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舰长怎么看伊朗说的击中了 F-15，拦截了 F-16，包括了美军又全面否认，这一些罗生门到底怎么解释？因为美国不断的透过认知作战或者是舆论战的方式，形塑美国的所有战机、所有的装备都是地表最强的。例如说，他讲 F-35是地表最强，除了 F-22之外的最强逆中战机。他讲有关于 F-15是地表最强的炸弹卡车，那他都是这么形容的。但是呢，现在如果遇到这一个
伊朗使用消耗战的对抗的话，他真的快昏倒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是 CNN 的报道啊，有关于 F-35，那他说没有被击中，但他说没有被打到坠毁，但是紧急迫降。那这个事情呢？那我们看到伊朗也不是那个就让你单独的讲而已，他有释出这些照片。我们台湾的最大的问题啊，就是大家呢过分相信美国，其他的一律不采信。大家说这些是假的，那说这个呢，为什么它的后面会拖着一道像那个刺针一样的东西？那个是马赫环啊。高速在飞行的时候，它这个就是标准的红外线的讯号。那有人说，那为什么这个飞弹没有呢？因为飞弹距离我们比较近啊。那所以呢，相对之下没有。你说你如果说是正常，你可以这样子看到战机的话，你觉得你距离战机多近啊？那所以呢，它这个是放大再放大的一个结果。我们从它这一个爆炸的状况就可以知道了。而且呢，现在的伊朗电视又公布了另外一架，这架就是 F-16被攻击的状况。那所以啊，现在这个时代是讲究有图有真相的时候，你美国怎么讲，没有人会相信的。那我们看到啊，它可能使用的飞弹呢，可有2种，一种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一种R-27的这个飞弹，这飞弹其实是非常老旧的飞弹，不过当它使用这种被动的导引的时候，那就可能很有效了。另外一种我们看到的358飞弹，其实358飞弹说穿了，也就是俄罗斯的萨姆67的飞弹。那这个他们曾经阅兵，这是阅兵的照片。那这是他们当初展示给他们的那个俄罗斯的那个人员看的。因为那是俄罗斯的飞弹，表示我们使用的很好啊。大家会说 F-35无坚不摧啊。那可是呢，实际上我们来看啊，它的这一个 DAS， 也就是我们讲到的有关于雷达反射的这一个接收的装置，其实它全身 F-35它有六个，那6个呢，包含它的上面以及它的侧面以及它的下面全部都有。但是也就是说，当你在战击的时候，也就是你遭受到多重威胁的时候，因为伊朗没有告诉我们他到底是用几颗飞弹来攻击的。如果他用的数量多的话，那就很难说了。而且其实这个问题早就发生了。为什么？我们来看到，在去年5月13号的时候，就有谈到胡塞组织早就已经对于不管是 F-16或者 F-35都有曾经几乎击落的经验。但是美军有没有吸取这个经验，还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无坚不摧，连自己都相信了，然后反而是当作战的时候没有做好准备。好，这个是美国透过他们的这个飞弹哦，我们可以伊朗透过他的飞弹，可以说把这个成功的把美国的战机给打落下来，这个是一部分。那另外一部分，其实另外一部分是来看到的是海上的封锁线。我们要来特别看到的是，伊朗它现在实施的封锁，不只是荷姆兹海峡做封锁，现在还有来自于红海，说这个胡塞组织也有能力做出手。但荷姆兹海峡呢，根据 CNN 的报道说，最坏情况可能封锁半年，甚至传出伊朗要这个征收10%的安全税。杨老师怎么看？川普不在乎人道，其实美国大概从拜登政府开始我觉得他们就不在乎了。如果他们在乎的话，怎么会容忍在加沙地区的大屠杀72000人死亡呢？但是这种违反人道不影响美国的利益，他就不在乎。但如果说这个影响到美国的经济、美国的政治，甚至他的金主跟家族的利益，他就非常在乎。所以呢，你就看到现在伊朗采取的就是它就叫做跟你相互毁灭，也就是你打我，我就报复你，然后他不断的证明他有这个报复的能力。尽管今天这个政府上层已经都被就是暗杀，然后呢已经去中心化，但是他又再中心化，他整个70多波的攻击到现在为止，让整个海湾地区美军基地以及以色列都招架不住。以色列现在已经受伤4000人，你想想看，2个飞弹造成以色列南部只有100人受伤，
那4000人是多少飞弹造成以色列多少建筑的损毁？只不过是这些没有在西方的媒体呈现出来。可能一看数字，我们就可以推论。那现在伊朗跟你打，等于是玉石俱焚，相互保证毁灭，来吓阻美国跟以色列再次不断的把战争提升。那这里面当然会延伸从荷姆兹海峡到红海。不过红海它的困难度就是胡塞组织是什叶派支持，伊朗支持，过去也曾经在加沙战争当中呢对以色列产生的攻击，因为它跟以色列有一段距离，对哦，然后呢它也是这种打带跑，因此呢以色列很难完全的掌握住它。那个时候后来我们看到了，就是欧洲跟北约有所谓的真的叫护航行动。那可是呢，因为胡塞组织相对的弱小很多，而且它不是用弹道飞弹哦，少数它用火箭炮，那或者是少数的无人机。那个时候呢，它是来自于伊朗的援助也不够。现在我觉得伊朗对它的援助也不容易啊。然后呢，你看到以色列现在对于真主党的攻击是已经进入到地面战争，所以以色列如果面临到胡塞组织一旦也开始在做红海的封锁的话，那大概相关的这种攻击会很强烈。可是打到最后啊，只要有管道，我觉得伊朗也会动用到胡塞组织这个力量。除了荷姆兹海峡之外，在就是红海我去拦截你。荷姆兹海峡只是拦截20%的油气以及大宗物资，像是化学肥料哦。但是呢，红海啊，它就会影响到整个欧洲跟亚洲的航运。那你就要绕道到就是非洲的南部的好望角，然后那个整个运费跟这个过程呢，时间加长，运费增加啊，但是并不是表示没有取代的这个方向，所以呢，它的这个冲击也会产生蛮大的影响的。好，红海的冲击是下一波要来持续观察，就是胡塞组织真的是否有能力，或者是说会不会真的动手。但是荷姆兹的海峡的冲击是立即性的，从多方面都可以看得出来，包括现在已经看起来是燃油价格已经狂飙了，现在油价正式突破每一桶是$110，中东的原油逼近$164高点，航空业的受损，我们来看到画面上，全球20大航空公司市值蒸发1.7兆，产业链的受阻包括了欧洲车厂依赖亚洲零组件，晶片出现断供，再来就是天然气10天之内都可能停摆，最后是粮食警报，暂时再拖下去，全球粮食会陷入粮食危机当中。聂老师怎么看 ？OK， 能源真的非常重要。我相信20世纪，不管你开车、坐飞机啊，甚至你各种民生的东西，都要靠随着能源。那么当然还有我们的天然气，在制造所有的我们的这个生活的区域，也都要靠气来做我们的维生啊。我们叫 make living， 需要靠这么重要一些这个原食材。而能源大家也知道，我们有核心物价、非核心物价，也就是如果我们谈核心物价不包括能源，那我们 cover 它的话，你会发现它会显现得更严重。当能源出现了它的变化的时候，它一定会慢慢影响到其他的物价。那这个我们讲，就我想这个大家是心知肚明。那我先讲一下，现在才发生多久？才发生了3个多礼拜，那个油价其实已经讲了差不多 double 啊，你说110、115，大概是这样。乌兰特，它原来是60-70，你知道很可怕，为什么才3个礼拜？因为我们要这个稍微科普一下，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在1972、7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涨了3倍没有错，但是拖了1-2年。到第二次呢，在1979年的时候，也是1年涨差不多1倍，现在才几个礼拜就已经涨这么多。那么现在所有的这个文献都在讲啊，这经济文献都很清楚告诉世人说，这一次打的真正严重度超过那2次的石油危机。其实这算第4次，因为1990年我们把它号称叫第3次。这一次的石油危机一定会被未来的历史记录的现在，我们的现在就是未来的过去嘛，哈，这应该会是一个很重要的2026年的石油危机第4次，而且是应该蛮严峻的。所以呢，你说如果半年会不会这个会怎么样？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预估，因为还要去沙盘推演。重点就是荷姆斯海峡你要怎么收场？我先讲一下我的认为啦，收场最后应该是美国会让步。我这样认为，美伊会稍微让步，因为这真的影响到这个全世界所有的未来的发展，而全世界应该会群起打法。因为你的力量太大，你的声浪太大，大家不太敢直接指责你。你把一个这个大家要使用的超商把它烧了，还要我们去救火。你告诉人家说你自己有这个民生物资，你可以生存，那我们都不能生存。大家是敢怒不敢言。这时候他为了维续真正叫和平的时候，他一定会做适当的让步，但这个让步呢，应该是美国会顾及他面子下的让步。那我先讲一下
2月底所提的和平4大条件，跟刚才讲到6大承诺，里面内容不是很一样吗？一开始不是限缩你的这个农作物的发展吗？第二不就是弹道吗？不管你5年几年，重点就是那是最主要的2个，就是不希望你伊朗把这个核做成了核武，然后呢又有弹道做成洲际弹道，能够北韩一样威胁到美国，当然他也要帮这个以色列当去撑腰。但重点是你会发觉打到现在开始，你还是用这样的谈判，请问？对方都已经讲我不怕死，也看穿了你，他怎么会和谈？所以他也提出了3个。刚才这个施密也讲到，第一个停火，第二个不要再侵犯我，就是你以后不能再这个随便打我。第3个很重要，还要把我当时损失的赔偿，生命赔不回来，最好钱要赔回来，把国家要稍微恢复。美国会马上做吗？不会。可是呢，我觉得somehow啊，为了顾及全球这个地球村，我们活在这个地方 globalization 哈，再怎么说。美国最后他做霸主，他一定要做到这样的一个和平维护。我觉得，当然他太好面子，他一定要赢，他一定要私下谈。你让我赢，让我有点面子好不好？我就怎么样收手一下，然后要维持，我认为是顾及他面子之下的让步，这是美国应该会让。